我一个人一口鍋，15分鐘幫酒樓挽回了國宴級的1000萬訂單，讓州長和外賓稱讚連連。怎料第二天經理卻讓我交2000塊的罰款，只因我在情急之下直接用炒勺嘗了一口湯汁。公是公，過是過，大家都知道，廚師不得使用烹飪器具直接嘗味，規矩不能壞。罰款2000，大家引以為戒。我當場轉賬交了罰款，一刀剁碎了酒店最高榮譽的緊張。從此嚴格按照酒店規定，只按菜單做菜，下班時間絕不碰灶台。怎料幾天後，米其林評審員大發雷霆，留下一紙差評，憤然離席，揚言集團要砍掉酒店1半的年度預算。總經理這才徹底慌了。宋廚，我知道你對我有意見，但這事關酒店的年度預算，明天評審員還會來，你能不能？馬經理，現在是下班時間，按酒店規定，休息時間不談工作。上億的預算都要沒了，還談什麼破規定？規矩就是規矩。鮑魚全毀了，外賓那桌已經催第3遍了。備用的五花肉端過來，小周起鍋，大火。師傅，15分鐘根本來不及燒一鍋紅燒肉。起鍋。宋廚昨晚一個人一口鍋15分鐘，把國宴級別的場面給我救回來了。來，這是酒店最高榮譽酒店之星勳章。好，表彰結束。下面說另一件事。昨晚宋廚在救場過程中，情急之下用炒勺嘗了一口湯汁。大家都知道，廚房衛生操作規範第3章第5條，廚師不得使用烹飪器具直接嘗味，公是公，過是過。馬經理，我師傅要不嘗那口湯，整鍋菜就毀了。閉嘴！宋廚，你這回立了功，檔案我就不記了，但規矩不能壞，罰款2000，交錢吧。到賬2000元。師傅，3號桌周太太問能不能把清蒸鱸魚換成您以前做的私房醋魚，菜單上沒有。可他是咱們10年的老客，等上了菜單再說。宋廚這是跟咱們置氣呢？置氣？酒店這行缺什麼也不缺廚子，他真以為離了他這灶台就冷了？可退菜率已經漲了2成。那是你們沒本事，自己想辦法。師傅，明早 VIP 包廂的佛跳牆，您那鍋高湯還差最後一道綠，您要是不弄……已經下班了，按酒店規定，非工作時間操作廚房設備是違規的。以前師傅幫你做，是師傅違反了規矩，從今天起，你自己來。這個網紅廚師粉絲不少嗎？50萬粉，關鍵是他便宜，月薪只要宋廚的4成。下周集團下來視察，讓他露一手。至於宋遠洲，晾着他，等他在宿舍熬不住了，自己會求你。師傅，王總真打算找人替您，那個網紅廚師明天就來。替就替吧。您不急？急有用嗎？小周，你記住，手藝這個東西，別人拿不走，但人心這個東西，涼了就熱不回來了。這是20年來我第一次在酒點中聞到桂花樹的味道。你知道這棵樹是誰種的嗎？誰？我爸。這家酒店開業那年，他是第1任總廚。6號桌退回來的，今天第3份了。第1份鹹了，第2份柴了，這份又鹹又柴。客人說了，再這樣他直接發點評配照片。以前調味最後都是宋廚把關，他嘗一口就知道差什麼，我們照他說的重新調。你們不是廚子嗎？自己做的菜自己心裡沒數。林副理，鑽石會員周太太今晚在牡丹廳請客，她點名要那道宋式蟹粉豆腐，你去跟宋廚說一下。馬經理，這道菜不在菜單上，按餐飲部規定，規定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周太太1年在咱們這兒消費40萬。宋師傅，周太太今晚點名要您的蟹粉豆腐。菜單上沒有，
是，馬經理讓我來傳話，他自己不敢面對您，但我想您應該知道。林副理，替我轉告馬經理，按酒店規定，我不得擅自製作菜單以外的菜品。如果客人確實需要，請先填寫特需菜品申請單，交餐飲總監審批，再找王總簽字。流程走完，我就做。宋廚說：“請按流程走，申請單、審批、簽字一個不能少。”給大家介紹一下，阿杰，美食區當紅博主，曾在上海5星級酒店西餐部擔任主廚，從今天起正式出任酒店副廚師長。大家鼓掌。宋師傅，那個阿杰的簡歷我看過了，他在上海待過的那3家5星級酒店，每一家都沒幹到試用期。林副理，你為什麼告訴我這個？因為在這家酒店裡，真正在乎菜的品質的，只剩下您了。這龍蝦肉老得像橡皮，醬汁鹹得發苦，叫你們總廚來。先生息怒，我們宋廚今天不在。不在？那這道垃圾是誰做的？我花8000塊來吃飯，你們拿這種東西糊弄我？全退了，连酒水一共2萬3。周小璐遲到5分鐘，按酒店規定扣全勤。馬經理，我昨晚在备料弄到1點多才……我不管你昨晚幹什麼，遲到了就扣，有意見可以填申訴表，行政部3天內給你答復。人心这個東西，涼了就熱不回來。現在你懂了？懂了，師傅，他們根本不拿我們當人。可我的合同還有1年半，我爸媽在老家種地，我每個月要寄錢回去。他們說當廚子是伺候人，沒出息。就這我還要被扣全勤。小周，你爸媽怎麼說你不重要，你自己怎麼看你自己才重要。手藝是靠時間磨出來的，跟你爸媽種地等莊稼成熟一個道理。蒸箱溫控壞了，不管拧到哪兒，蒸汽都不對，一早上全白做了。要不叫廠家來修？厂家從廣州過來最快3天，3天宴會的點心怎麼辦？全退嗎？宋廚，蒸箱溫控出故障了，整個後廚沒人會調，您幫幫忙。馬經理，按規定，設備維修由工程部負責，不在我的職責範圍。可工程部的人說這溫控是進口設備，他們也調不了。而且現在是午休時間，你有什麼事兒，等下午2點上班再說。米其林評審員已經入住了。什麼？消息可靠嗎？是，明白。这事兒要是搞砸了，我自己辭職。大家放心，米其林評場我太熟了，前菜、主菜、甜品按順序上不犯錯就行。我在上海見過好幾次，到時候我親自上灶。你確定？200%。舅舅，別找他，這時候給他台階，他更得寸進尺。揚州炒飯、清炒時蔬，就這2樣。就這不是有手就行嗎？先生，人呢？走了。他留了個條。米飯酥散無盡，蛋花不勻，火候全不可言。貴酒店的後廚連一碗炒飯的誠意都欠奉。老王，你們酒店今年預算砍一半。砍一半預算？砍一半？這是要我死啊！舅舅，評審員走了。走了？他把我們批得一文不值。你找的那個網紅的，他不是說200%嗎？啊！王總，我在上海的時候真見過米其林評審，可那次我沒上灶，我只是副廚旁邊擺盤的。你只是個擺盤的？我視頻裡的菜確實是我做的，只不過一般要重拍5、6次，取最好的一次剪。
这就是你给我找的人。一个摆盘的被你包装成主厨，你知道米其林评审失败意味着什么吗？整个华东区酒店的年度预算砍掉一半，一半！王总，这么晚了找我干什么？宋厨，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，但米其林这事儿不是你我之间的事儿，是整个酒店的事儿。300多号人指着这家店吃饭呢，明天评审员还会来，你能不能……王总，现在是下班时间，按酒店规定，休息时间不谈工作。宋厨，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跟我谈规定？规矩就是规矩，这不是您和马经理教我的吗？师傅，阿杰昨晚连夜走的，王总一宿没睡，眼睛跟兔子似的。哦，还有，今天一早马经理亲自跑人才市场了，据说要从广州挖一个粤菜大厨，拿过全国金奖的那种。金奖？师傅，您不担心？小周，这行里面有一样东西你迟早得明白，奖杯可以买，证书可以印，但一道菜端上去，客人放下筷子的那一秒才是真的评审。他骗得了王总，骗不了吃菜的人。宋师傅，王总昨晚去找您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在前厅值夜班，看到他裹着外套往后院走。其实王总也不容易，他老婆前年走的，上面集团压指标，下面他那个外甥……算了，我不该说这个。热烈欢迎梁国栋师傅，全国烹饪大赛金奖得主，曾在广州3家米其林星级餐厅担任主厨。从今天起，梁师傅就是咱们酒店的新任行政总厨。初来乍到，请各位配合。我对后厨要求很简单：专业、高效、服从。不符合标準的人，不管資歷多老，一律淘汰。真正的好廚子手上從來不帶表，熱油會濺，翻炒會磕，金表在灶台前撐不過3天。這是什麼東西？自己調的醬底兒，炒肉用的，老抽、冰糖、八角、桂皮，小火熬6小時收的汁兒。後廚所有調味品必須用酒店統一採購的品牌，私人調製的醬料一概不能用。你不知道規定嗎？這瓶醬底配方是這家酒店20年前開業的時候第一任總廚留下的，當時的總經理讓他調的。規矩改了，全扔了。可以，不過我有一個問題，酒店菜單第3頁的玫瑰豉油雞傳統做法必須用自調老抽底來上色入味。梁師傅，你打算用哪個品牌的統一採購醬油來替代？用不着你管。客人說湯太腥，沒法喝。不可能，這道菜我在廣州拿了金獎的。宋廚，那金湯海皇羹您以前也做過，客人連湯底都喝光，他這問題出在哪？他在廣州用的是現剖的活海膽，10分鐘之內下鍋，這兒只有冰凍海膽，化多的時間和溫度全變了。原來那套手法直接搬過來，不出腥味才怪。那您提醒他一下。一個金獎得主，需要我提醒？舅舅，我再去人才市場找人。還去？1個月之內，我走了2個行政總廚，1個副廚師長。你知道外面現在怎麼說我們嗎？華生府酒店的灶台上有釘子，誰坐上去誰流血。那也不能就這麼讓他拿捏着。你媽走的時候，你才12歲，我答應過她，一定把你好好帶大，有出息。可你看看你這2年幹的什麼事兒？去，把宋遠洲給我請回來，不管什麼條件，答應他。宋廚，喝杯咖啡。上好的藍山，我專門托人從牙買加帶的。馬經理，直接說吧，您不是來請我喝咖啡的。行，宋廚，回來吧，條件你開，工資翻倍，後廚全歸你管，你說什麼就是什麼。要我出手2個條件。你說，10個也行。第一，你和王總當着酒店全體員工的面向我鞠躬道歉，那2000塊罰款親手還給我，不是走進來拍拍肩膀說句不好意思，是低頭鞠躬，我要全場每一個人都看見。宋遠洲，你一定要這麼絕？你也可以不答應，找別人吧。
等一等。行，我答应。第二个条件呢？第二，这次我不是酒店的员工，我是你们从外面请来的技术顾问，顾問費15萬，先付後開工。你窮瘋了！你這是敲詐！馬經理，當年你因為我嘗了一口湯罰我2000塊的時候，你說規矩就是規矩。現在按市場的規矩來，頂級中餐顧問15萬是友情價。你要覺得貴，去外面問問看有沒有人敢接這個爛攤子。宋師傅，林副理，準備一下，後天下午2點全體員工大會，你負責通知到每一個人，一個都別少。答應他。舅舅15萬，還要當眾給他鞠躬，這不是把我們的臉按在地上踩嗎？你知道昨天周總在電話裡怎麼說嗎？他說我要是把米其林搞砸了，整個華東區預算砍掉一半。砍一半什麼概念？16家酒店3000多號人，你以為只有你丟臉？我這張老臉早就被你那個網紅廚師丟盡了。你以為我不知道你在外面跟什麼人來往？錦繡酒店那邊的人，你以為我沒看見？舅舅，我沒有。別說了，去準備明天的大會。行政部通知下去，明天下午2點全體員工大會，所有人一個都不許少。姐，你要是還在，你會讓我怎麼做？今天請大家來，只為宣布一件事：關於宋元總廚因在廚房腸胃被罰款2000元的問題，經酒店管理層重新審查認定，此事處理不當。宋廚，對不起。2000元罰款，如數歸還。是我王建民管理無方，縱容下屬小題大做，寒了功臣的心，也壞了酒店的風氣。宋師傅，對不起。新潮，王總用心了。你我的舊賬清了，現在談正事兒。15萬顧問費到賬之後，我馬上開工。到賬10萬元。都愣着幹什麼？備料。是，師傅。告訴今晚的所有預定客人，總廚今晚親自上灶。林姐，這段時間你好像一直在幫宋廚。我沒有幫誰，我只是幫這家酒店記得真正的好味道長什麼樣。先生，今晚我們總廚在，菜單上的任何菜都可以點。八寶葫蘆鴨，這道菜能做嗎？八寶葫蘆鴨，客人點了。八寶葫蘆鴨，那要把整隻鴨子從裡到外剔乾骨頭，還不能在鴨皮上劃出一個洞去，蒸完再炸，沒有20年刀工，第一刀就廢了，這是廚師的噩夢。告訴他能做，40分鐘後上桌。小周，你來看，鴨脖第一刀貼着骨頭進，不能偏，偏1毫米鴨皮就破。這裡翅膀關節往外一旋就脫，看清楚了，不是你用力氣，是刀在找骨頭。傳說，老王在。米其林評審團的結果出來了，評審給了一個遠高於1星標準的分數，菜品技術分、火候控制、口味層次全部超標。評審員在備註裡寫了一句話：貴酒店有一位真正理解中餐靈魂的廚師。你知道他在評價裡寫了什麼嗎？那道八寶葫蘆鴨讓我想起我祖父。別謝我，謝你們那位宋師傅。對了，我下周過來一趟，不是視察，是來見見他。宋廚，那道八寶葫蘆鴨，我在灶台邊站了30年，從來沒見過那麼漂亮的剔骨，我老劉服了。師傅牛！看，馬
經理今晚没主動說過一句話，跟誰也不碰唄。角落门口那個人，你見過沒有？沒見過，不是咱們酒店的人，而且他剛才跟馬經理使了個眼色。小周，从今天起，你给我盯着这个人和马经理，他有任何动静告诉我。要到米其林过了，但现在总部更看重宋楚了，周总下周要亲自来见他。事情还做不做？必须做。你知道我在锦绣酒店那邊投了多少嗎？你們這家店不倒，我那邊永遠上不去。周年慶那天，所有名流政要都在，電視直播，只要菜品出安全事故，10分鐘內網上就能炸。你們酒店的口碑這輩子翻不了身。可宋楚太精了，我怕。你怕什麼？事成之後300萬直接打你境外賬戶。你舅舅那個位置，到時候是你做，還是我幫你找人做，隨你挑。行，怎麼動手？師傅，報警吧！這夠了吧？不夠，一段錄音，沒有實際行動，警察來了最多問幾句話就放了，打蛇要打7寸。師傅，這東西哪來的？我在這行幹了20年，認識的人比你吃的菜多。周年慶還有3天，儲藏間最隱蔽的角落，貨架上層靠通風口的位置，能拍到整個儲藏間全景，去裝上。馬京洲想在周年慶上做局，那我就給他搭個台子，讓他當着全市的面演一出大戲，只不過主角是他。主桌放這兒，機位3個，一個對着主舞台，一個對着全場，還有一個機動。記住了沒有？記住了。舅舅，您放心，菜單我親自審了3遍，食材今天下午到，後廚加班人手全安排好了，這次絕對萬無一失。好，這次做好了，臉上有光的不止我一個。謝謝舅舅，你的位置也該往上挪一挪了。東西準備好了嗎？最新的一批，常溫下8小時開始變質，症狀和普通海鮮過敏一模一樣。醫院常規檢測查不出人工痕跡。今晚動手，後廚儲藏間最裡面那排全部換掉。活龍蝦換死龍蝦，鮮貝換過期貝，花椒換工業明膠泡的假貨。到時候所有人都會認定是宋廚的食材出了問題。不只是他，電視台在直播。全國人民都會看到華盛福酒店的周年慶晚宴吃倒了一屋子人，食品安全事故性質就變了。王總下台，宋遠成全行業封殺，以後華東區高端中餐圈子再也沒有他的立足之地。他裝的不是龍蝦，是毒藥。通知你劉師傅，3號冷庫的備用食材，凌晨4點去搬。周年慶所有菜品，一張葉子都不許用儲藏間裡的東西。至於馬經理換上去的那批貨，留着，1克都不能少。那是證據。明天他要當眾演一出戲，咱們就給他搭個更大的舞台。李局，感謝賞光。今晚菜單由我們的總廚宋師傅親自設計，12道菜，道道精品。老王，你們拿了米其林1星，現在全市誰不知道華盛福的名字？今晚我可是帶着筷子來的。師傅，馬經理剛才在冷庫門口轉了4圈。讓他轉，一切按計劃走。不對，這個龍蝦味道發苦，我頭暈。怎麼回事？各位不要慌，我是酒店餐飲部經理。今晚所有菜品都是總廚宋遠洲一個人負責的，食材管理出了問題，一定是他出的漏洞。保安，保安，封鎖後廚，別讓任何人離開，特別是宋遠洲。
请大家保持冷靜，酒店会配合警方調查。宋遠洲，你出來，你要為自己的失職負責。保安，抓住他！別急，先給大家看個東西。各位看清楚了，昨天晚上11點17分，我們酒店餐飲部馬經理夥同2人潛入後廚儲藏間，用劣質變質海鮮替換了為今晚周年慶準備的全部食材。假的，這視頻是假的 ，AI 合成的！你陷害我，你提前設局害我！徐警官，您來鑑定一下。畫面時間簽連續，人臉識別結果與嫌疑人馬某身份信息吻合，視頻原文件及其錄製設備一併封存，證據確鑿，帶走。舅舅，我是你外甥，你不能看着我被人帶走。你媽走的時候你才12歲，她讓我好好帶你，可你要毀掉這家你媽當年也幹過的酒店。警官，帶走吧。是馬經理花錢雇的我們，1人1000塊，讓我們假裝吃壞肚子倒在地上。他說就是演個戲，不違法，我們就信了。各位都聽到了吧？剛才的3位受害者是馬經理花錢請的群演，而今晚宴會上所有菜品，從頭盤到甜品，用的全部是我提前準備好的備用食材，所以在座的每一位，今晚吃的每一口菜都是安全的。宋楚，以前的事兒是我不对，是我眼瞎，連自己的外甥都看不住。他母親要是知道……王總，我問你3個問題。第一，馬經理在後廚作威作福2年，克扣員工全勤獎，無故罰款，把後廚當他自己的小王國，你作為總經理過問過一次嗎？第二，他聯合競爭對手用變質食材，這種事不是臨時起意，他私下見錦繡酒店的人至少半年了。你作為他的舅舅，作為這家酒店的總經理，你察覺了嗎？第三，如果今晚不是我在周年慶之前留了一手，如果不是監控拍到他換食材，300多號客人全是名流，外加電視直播，你現在不是坐這裡說話，你是在刑事偵查室裡。王總，我今天叫你一聲王總，不是因為尊重，是因為我在這個廚房裡站了20年。我爸，他也在這家酒店站過。可你從來沒尊重過任何一個站在灶台前的人。現在的酒店已經不配讓我待下去了。你真想好了？你在這兒還有合同。我不續了。師傅，你知道我爸媽一直說當廚子是伺候人，逢年過節親戚問我在外面做什麼，我爸從來不正面回答，只說我在城裡打工。可這2天我看着您做8寶葫蘆鴨，看着您在台上把馬經理扳倒，我突然覺得當廚子不丟人，丟人的是把良心炒丟了的人。我不想像他們那樣。好，不過說清楚，跟着我不比在酒店舒坦，比被馬經理扣全齡舒坦多了。请問是宋遠洲師傅嗎？我是華盛集團 CEO 周志遠。周總您好。宋師傅，周年慶那晚的事，我調了全程的錄像，從頭到尾看了3遍。你的廚藝修復了米其林評審的信任危機，你的冷靜和反制，把一場有人精心策劃的栽贓，變成了整個行業都傳開了的案例。集團董事會一致決定，
請您出任华盛集团旗下16家酒店的中餐品质总顧問，年薪80萬，每年研發4套季度菜單，每個新店開業您來把關。另外，集團為您專門成立一個獨立的中餐研發中心，您自己搭建團隊，一切按您的標準來。宋師傅，周總，我有2個條件，你說。第一個，我要帶我徒弟一起，他叫周小波，今年剛滿20歲。他不是打下手的，他是中餐研发中心的首批核心成员。可以。第2个条件呢？我想带一节桂花树的枝条过去，那個研发中心的院子裡，我要種一棵桂花。我讓人準備最好的土。今天教大家做一道菜，紅燒肉。總顧問的開場菜就這，紅燒肉也太普通了吧？你們覺得紅燒肉太普通對吧？當年州長宴請外賓，主菜鮑魚全毀了。我用了15分鐘燒了一鍋紅燒肉，外賓連加了3碗飯。後來有人問我，你憑什麼？憑我20年，只做這一件事。做菜跟做人一樣，火候、分寸、時間一樣都不能少。我年輕時覺得菜要做得越複雜才越厲害，後來被生活上了一課才明白，真正難的不是往裡面加多少東西，是知道什麼時候關火。就跟做人一樣，不是所有人給你的規矩你都要照單全收，有些東西你得自己決定什麼時候說夠了。這味道跟我外婆做的一模一樣。她走了8年了，我以為這輩子再也吃不到這個味道了。網上大家都叫您規矩總廚，您被一個經理辜負之後，只靠規矩就翻了盤，您怎麼看？那些規矩從來不是為了反擊誰，我只是在那個晚上想明白了一件事：尊重不是別人給你的，是你自己贏回來的。手藝長在手上，底線刻在心裡。這2樣東西誰都拿不走，不管你在多大的廚房裡。爸，跟你當年種的那棵是同一個品種。他們說這邊的土好，能長大。